好，今晚的主题很直接，也很是是非非。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国到底是哪一个？有人说祖国是中国，有人说祖国是马来西亚，到底哪个才是对的？我们来做一段脱口秀式的拆解，讲真话，讲笑话，也讲温柔的现实。我就用讲故事、对话、吐槽、历史和人生经验来拆开给你看，听完你自己决定好不好？先开场一句，人可以有2个家，也可以只有1个国，但同一颗心有时同时指向2处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考试题的标准答案，而是人的感觉、历史记忆和现实利害的交错。先讲一个日常场景，有个马来西亚华人去中国旅游，遇到热情的当地人问，你是哪国人？他想了想，礼貌地回答，我是马来西亚人。马上有人皱眉头，你怎么说？你们的祖先来自中国，你不说我是中国人，是不是不尊重祖先？你看，现场气氛立刻升温，就像在 KTV 被人点了一首你不想唱的歌。换个场景，同样这个人在吉隆坡的夜市跟本地人说，我的祖国是中国，大家大多数会耸耸肩，可能开个玩笑，哦，你有飞机票吗？然后继续吃乐沙，没人追杀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祖国这个词在不同语境、不同族群、不同历史位置里有不同的重量，我们一个一个拆开来讲。先说最硬的层面，法律与国籍。讲到这个，答案其实很干脆，你的护照是哪本，投票登记在哪个册子上，你上交税单寄到哪个国家财政部，那就是你的国。马来西亚护照、马来西亚身份证、马来西亚选民登记簿，这些都说明你在法律与现实操作上属于马来西亚。遇到需要国家保护、需要国家服务的时候，你的国家是发证给你那一方，简单的像一道填空题，但事实从来不只填1格。再来是血脉与根这层面，马来西亚华人大多数祖先几代以前来自中国南方某个村庄，讲福建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或潮州话，带了家乡菜谱、习俗、年历、宗祠的牌位和里程碑式的记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故乡的那一片山、祖厝的那口井、宗祠的神位、家谱的名字，构成了一种根的感觉。当人在外漂泊久了，根成了一种情感依托。有人看着祖先照片，会想，他们是从那里走来的，那是我的来处。于是在一种情绪里，就把中国当成祖国的代名词，不是因为护照的问题，而是因为血脉与记忆。于是就出现了2个同时成立的事实，法律上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情感上我的祖根在中国。这就像你小时候家里有2碗饭，1碗白米饭，1碗爸爸买的炸鸡，哪一碗是你祖宗的味道？2碗都有各自的位置。接着是社会期待与审视，你在中国说我的祖国是马来西亚，有些中国人会反应强烈，原因不是你改变了护照，而是他们看到离散华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同的标签，就会牵动他们对民族、血缘、历史责任的想象。有人会把祖国与民族大义、历史记忆连接起来，尤其当谈到抗日、抗战、民族苦难时，他们会期待海外华人有一种连带的情感，你们的祖先为什么离开？离开之后还能不能把祖国放进心里？这背后是文化的情绪负担。你若不提中国，他们就怀疑你的记忆是不是断了，或者你对历史是不是轻慢。但请等一下，这逻辑也有问题。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先离开中国，往往是为了活命，为了饭吃，为了下一代的生存。离开并不代表不爱。那些在本地受苦受难，为当地华社筹钱救灾，为抗日捐款的华人先辈，很多在马来西亚也做了很多事儿。他们的牺牲有时是在这里的华埠里发生的。把爱祖国等同于必须把祖国标为中国，这种简单化的情感归属会忽略历史的复杂性。接下来是一个更现实的角度，生活与认同。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从出生起就在马来西亚生活、上学、谈恋爱、工作、结婚、养孩子，他们的社交圈、经济命运、社区认同都和马来西亚紧密相连。对这种人来说，马来西亚就是实在的祖国，这里有他们的子女读书的学校，有他们缴税的账单，有他们买菜的市场，有他们一起看球的邻居。这种祖国感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依托，它不是抽象的历史话语，而是你每天会碰到的现实。于是他们会自然地说，我的祖国是马来西亚。这话既不是背叛，也不是忘本，而是实事求是。那为什么在中国很多人会看不惯？可能是因为话语的差异与历史散放的不同。在中国，祖国常常绑定成一种强烈的民族叙事。海外华人在中国的一个身份认同检验里，往往被期待站队，被期待认同中国。
当你不按他们的剧本走，他们就会发出你不尊重祖先，你忘本了的口吻。这其实是文化压力与情绪投射的结果。他们把自己对历史的尊重投射到别人身上，期望别人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。说到这里，脱口秀时间要加点对白，我来示范一个小段子，大家想象一下舞台上的对话。观众，你觉得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国是哪里？主持人，护照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。观众，那为什么有些人在中国会说你们不尊重祖先？主持人，因为他们把尊重祖先当做一道考试题，你答错了，他们就皱眉。你要是答我爱我的奶奶，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奇怪。其实奶奶既爱中国菜，也爱马来椰浆饭，人生很复杂。讲笑归讲笑，身份问题从来不是只有一条正确答案，它是多层次的。我们可以把认同分成几个并行的层面来想，我不是用数字列点，就当是一串念白。血统的根，法律的国，文化的归属，日常的生活，政治立场，情感记忆，每一层都可能说不同的祖国。有人血统上讲中国话，法律上是马来西亚，文化上吃潮州菜，日常上看马来西亚新闻，情感上每逢春节就想起宗祠祭拜。你说这人祖国是哪里？那就需要一把放大镜来读他的不同面相。再来一个大家常问的痛点，如果你在中国说我的祖国是马来西亚，他们会说你不尊重抗日先烈，你忘了祖宗。这种指控听起来重，但我们要把它放进历史语境看。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创伤，很多海外华人对这一段史都有贡献与牺牲，但贡献的方式多样，有些人留在家乡拿起枪，有些人在海外组织募捐，有些人支持难民，有些人通过商业支持本地同胞，把贡献只等同于说一句祖国是中国，是一种情感代偿。真正对先烈的尊重是记住历史，铭记牺牲，用实际行动去照顾后代，而不是用一个标签来判断忠诚。还有一个现实，在马来西亚，公开说我的祖国是中国会碰触政治敏感，尤其在公开场合可能被质疑你的公民忠诚，很多人因此选择低调，或者把中华当作文化认同，而不是政治宣言。马来西亚是他们的土地，他们为这片土地交税、做贡献、参加选举，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对这片土地的承诺。把祖国问题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标签，反而忽略了真正决定你命运的是那些日常的行为与选择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种常见情绪，自卑与优越同时存在。马来西亚华人社群里有时会出现两个看似矛盾的心态，一方面觉得我们是中国人，文化高一等，另一方面又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感到被边缘化，需要攀附祖国来获得尊严。我见过很多人一边抱怨本地待遇，一边把中国当成心理上的靠山，这其实是现代移民心态的复杂表现。我们可以嘲笑，但也要理解。认同的摇摆往往源于不安全感与希望被承认的渴望。好，那么结论在哪里？脱口秀不能只讲问题，还要给点结尾的智慧。首先，要允许多重答案存在。你的祖国可以同时是马来西亚，也是中国，也可以是你现居住的城市，甚至是你孩子将来生活的地方。世上很多人都有二国的心，二者并不互斥。把认同变成零和游戏，只会制造不必要的冲突。其次，尊重历史，但不要绑架别人的归属宣言。要记住，尊敬祖先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供奉牌位、讲族谱、讲故事、做纪念、支持教育，这些行动比一句我是中国人更能说明心意。若你在中国听到有人说你不尊重祖先，请先冷静，了解他的历史想象和情感投射，而不是马上回嘴。对话比对抗更能解决误解。再来，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，同时也要维护文化根。你可以是一个骄傲的马来西亚人，同时以华人的身份自豪。语言、祭祀、传统戏曲、菜肴都是你传承的财富，而法律上的国籍与社会参与是你给下一代稳定生活的保证。不要用祖国这两个字把两者割裂开来，聪明的人会把两者都照顾好。最后，给所有在场的听众一句成年人士的建议，别让别人定义你的忠诚，你的忠诚由行动定义。你是否为邻里着想，是否为国家纳税，是否为文化代代传承，而不是被别人一句你说祖国是哪里就定格。我们都带着历史的包袱走路，但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更温柔的态度彼此对望。再回到舞台尾声，一个小小的段子收尾。如果有人非要你选一个祖国，你就笑着说，我的祖国是我的心，它住在我每天吃的那碗菜里，住在我孩子的笑容里，
住在我为社区做的每一件小事里。台下掌声或许会多一点，因为这话既不冒犯，也不卖弄，最重要的是，它是真实的。好了，今晚的是是非非脱口秀就做到这里。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继续吵，继续被标签困扰，也可以回家做一道祖传的菜，把祖国味道煮给孩子吃。记得，不管名字怎么写，饭桌上的那一口暖是最不会说谎的证据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下次再来，我们继续拆别人的是是非非。